跑哪里去？公子都抛弃我了，为何不走？那勾焕宇骗我说合作，却想要独吞无量流火，而公子和我夫妻一场，竟也对我毫不留情。无风之人，何来情？可我心不在无风。我不信。我没有骗你，我的确是孤身派遗孤。当年我逃离密道，掉落山崖，撞到头部，失去记忆。典珠把我带了回去，骗我说我是他徒弟，叫我收养，为他卖命。然后呢？后来我一点点恢复了记忆，假意继续留在他身边。我跟公子说过，2年前我曾下毒毒杀典珠，典珠中毒之后，当时无风手里竟然取消了风雨不改的无风例会。通过这2件事儿，我才推测出无风的手里就是典珠。所以我才一直为无风效命，为的就是终有一日我能杀掉典珠，报仇雪恨。如今无量流火在我手里，我可以消灭无风，杀掉典珠。我已经全盘托出了，公子可否放我一马？交出无量流火，我就放了你。如果我不愿意呢？消灭无风，对空门也有好处。公子为何不愿意？无量流火，绝不能落入外人之手。而且，我怎么知道你会被骗我？我不会骗你的。因为耳边细雨轻浓，针指相逢终须松。上落刀锋，入怀中，破晓把夜色刺痛。纸上的来终觉浅，
下笔却苦涩难言。小人爱恨太痴缠，心却留一半。你无心擦肩我抬眼，留下的瞬间，岁月的两岸我听见。门开了一扇，喜欢都是后天的，没有谁生来就喜欢谁。公子可喜欢？没想到这月桂墨香真能让人心静心安。那我以后经常为公子默默伴读，此生常伴公子左右。潮烈火相拥，纸上的来终觉浅，却用半生来偿还。星月装点的双眼，却盛满离散。你无心哥，你就这么让上官姐走了？从此我不可能放她走。花开了一半，你转身我成全，告别彼此手缠绵。放她走。为何不肯？你说月桂香浓，情丝难避眉间雪。我说生宁盼须照顾心愿。开口却奢求最后的停留，你没有回头，我却还在原地等候。天越弯，心越乱，紧拥抱到风取暖，可悲可叹，只怪夜色尚浅。你长大了，要用你丰满的羽翼，好好的守护。手中有酒，他已经做到了。一杯眷恋，一杯牵。金凡的性命保住了，放心。知恩大人，这是花公子说要留给你的。
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把刀，我们花家族把它称为云之羽，因为太轻太薄，就像用云朵编织成的羽毛一样。那我当上执刃之后，能拥有这把刀吗？你如果通过3关试炼，这里的每一把刀都是你的。不用，我就要这一把。我来。你曾跟我说，剑有双刃，伤人也伤己。这把刀送给你。从今往后，我不再允许有任何人伤害你，包括你自己。这把刀叫什么名字？云之羽，编织的织，云族的羽。我可否改一个字，改成知道的知？云之羽。知。毒还没有排出，只是暂时压制住了而已。公子羽，你为什么要骗我们？我若不这么说，你怎么会答应我把出云重演给金凡呢？你再爱他，也会挣扎纠结吧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毒既然没有排出，但为何你的伤势好转了？阿云给我疗伤的时候，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。我和执刃的心法可以相互融合，相辅相成。融合？你所练的是何心法？清风派云锦心经。你使给我看看。神行有事，能与执刃的心法相结合，他使的是风送三式。这不是清风派的清风九式剑吗？实有太虚。清风九式剑就是风送三式，是曾经后山当中已经陨落了的风之家族所使的刀法。遇其则在明。人间难得花雪月，清风相送无离别。这后山不是只有雪月花3个家族吗？曾经的后山当中，并非只有3个家族，而是有风、花、雪、月4个家族。风家族所练的正是风送三式，宫门后山刀法也不是你们所知道的9式，确切来说，一共有12式。雪月花3式都是进攻，唯独风家族的刀法是辅助，所以一般由执刃夫人习得，用以辅助执刃，所以你才能与执刃的心法相辅相成，内力相互补充，压制孤独。那这么说来，如果云姑娘的金法管用的话，我就可以学会镜花3式了。没错，风系刀法可以和雪月花任意一种刀法组合成双人刀法，即风雪3式、风月3式和风花3式。云姑娘所学皆源自于无风，那为何无风的人会使用风家族的招式？难道无风中人有消失的风家人？无风，无风。
公子，你们虽然用联合心法暂时封住毒性的运行，但你随时还会有性命之危，毒血攻心而亡。能得一时是一时，金凡危在旦夕，我还有时间。再说了，我若非这么做，你们怎么可能答应把出云重莲给金凡呢？哦，对了，陆太后醒了，你可别告诉她真相，不然她得把我这御风拆了不成。公子，你连另一环我都看着我可不习惯了。再说了，吃都吃了，还能拖出来不成？那这是还你的人情。你说不让我谢你，但我从来不喜欢欠人情。你自己打开啊，我手机都被挑断了，还指望我帮你打开？出云重莲，我看看，怎么还会有一朵？你没吃吗？我身强体壮的，这朵是留给我哥的。万一哪天我哥哥有性命之危，我……谢谢啊。不要谢我，要谢就谢我哥。这朵莲花是他的，我只是送了个盒子。吴风被击退，宫门危机解除，无量流火图纸也应该重新回到华宫刀中了。快去把衣服换上。我没事，但为何图纸不见了？我知道图纸在哪儿。那你不早说，还让雪虫子下水，为了个破图纸，已经死了这么多人，就别再折腾活人了吧。和我们预想的一样吗？图纸在御空。
子瑜啊，在你今后的生活里，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经历还有很多，可能那时没有了领路人，孤身于黑暗中，无论再艰难，也必须做出正确的抉择，因为你肩负的不是个人的命运，而是整个宫门的未来。子玉，你怎么来了？弟弟身体可还好？哥哥知道我受伤了。昨日我听见声响很大，感觉有争斗，怕你伤着了。昨夜，吴峰的4个王都来了，那大家都还好。雪公子、花公子，还有华长老，都遇害了。宫门发生如此大战，我却什么忙都帮不上，实在是太无用了。哥哥不用苛责自己，宫门已经顶过来了。吴峰数10年来潜心蛰伏，一直在寻找最有把握的时机，怎么就会突然大举进攻？而且几乎调用了全部力量，4个王同时出动，10年前的大战也不过如此。因为他们想要无量流火，那他们取得了吗？没有。开战之前，我已经让雪冲子将图纸转移。那就好，但是图纸现在不见了。什么？这可是大事，弟弟应该派出宫门所有人马，全山搜索。不要。我已经知道图纸在哪儿了。心怀秘密之人，总是钟情于黑暗，因为黑暗可以掩盖他们的秘密。但有时候，至暗之时，秘密会自己浮现。弟弟为何突然灭灯啊？方听吴越天地黑，杨氏别有心离离。父亲曾经说过，这天地间总有光亮，会让正义昭昭。哥哥，你还记得吗？
在放置无量流火图纸的铁盒上涂抹了灵石粉末，凡是触碰过的人都会染上，在全黑的环境中会发出荧光。我和雪虫子都触摸过铁盒，但是哥哥，你呢？子玉，我不知道我的双手为何会发凉，一定是有人恶意陷害。我武功尽废，内力尽失，寒冰之水冰冷刺骨，我怎么可能潜入其中取得铁盒？岳长老可以亲自诊脉查。我从未给你说过，盒子藏在寒冰池底。可是四方之王每个都内力深厚，就算被寒冰池消耗，片刻之后也能恢复。我们要防的不是四方之王，而是一个没有内力之人。哥哥，你还有什么想对我们说的吗？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当初查家管事时，我就有太多的疑点。第一，我始终找不到治好家管事儿子的宫门大夫。第二，家管事儿子病好之后，体格大变，力大无穷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直到岳长老提出了出云重莲。出云重莲原本是宫元直中出，因此我怀疑是宫上爵觊觎我的执刃之位，与宫元直联手设计杀害我父亲。但是后来，我从岳长老口中得知，哥哥因为要训练玄石内功，父亲就把出云重莲要了给你。哥哥从祠堂被救出来之后，我就已经隐隐对你产生了疑心，但是我从来不敢问，也不敢想，直到宫上爵提出了他的猜测。我当然怀疑宫焕宇，出云重莲就是最好的证据。幕后黑手不是乌姬夫人吗？哥哥也是被他害死的。那你认为，乌姬夫人临死前留下的刃子是何意？其实他想写下的是“羽”字，但因字迹潦草，看起来就像两个并排的刃。宫焕宇当时故意认错，说是刃字，这么多刃子，就是怕我们对他生疑。而且，乌姬夫人临死前说的不是云，而是雨。我当时怕打草惊蛇，故意抢先说了是云。云，将死之人不可能写下的是刃，而嘴上说的却是雨。乌姬的所写所说都是雨字。
那你自己想想，如果是雨字，除了你，还有谁？如果只是一个雨字，我还可以为你辩解。但是子商姐姐醒来之后，直接指认了你，就是杀害姨娘，想要炸死她的真凶。知人大人，大小姐醒了。姐，小心，别害怕，慢慢说。是大哥，是龚焕宇，是他炸了研究室，他要杀我。那是在你房里，我无意看到他肩背上的太极，跟祠堂那个人一模一样。他撞破了我，所以他要赶尽杀绝。是你把朱云重莲给了贾管事，救了他儿子，以此收买了他，换掉了父亲的百草翠。多谢公子用朱云重莲救了小儿女。这个毒囊藏于指尖，咬破即可让人毙命，没有痛苦。哥，父亲和子商姐姐都是你的至亲之人。这么多年的父子之情和手足之情，你都全然不顾吗？成大事者，当断小情小爱。自古大业，皆有代价。历代之人泉下有知，也会理解我的苦心。你的大业，就只是获取无量流火图，称霸天下吗？是，也不是。这么多年了，我苦心谋事，是为了无量流火，但我并不想称霸天下。爹娘因守护龚家族人而死，血海深仇，不可不报。但我们明明手握绝对力量，却不作为，只求自保。老之人因循守旧，我只能当一个好儿子、好哥哥。我努力修炼武功，为的就是当上宫门的少主，有朝一日能够成为执人，带领宫门走向正确的路，启动无量流火，彻底剿灭无风。只有如此，才能换来宫门永世的安宁，平息天下纷争。宫门族人本不应该世世代代卑微地活在这山谷一隅，战战兢兢地活在无风的阴影之下。为了得到父亲的肯定，突破玄石内功的第8种，我强行运功，以至于差一点就走火入魔。但错有错招，也让我参悟了玄石内功真正的奥义。那不是参悟，那是走火入魔。一念成神，一念成魔。这天下是先有强弱，
才有正邪。关羽，爹，稍等一下。给你。这是出云重莲。这是我向上爵要来的，你把它服下，对你的内功修行会大有帮助。谢谢爹。可那时我内功异常，不再需要出云重莲。在我成为少主之后，我曾无数次地向父亲提出启动无量流火，可惜父亲，我们就这么一直窝囊地待在这山谷里吗？吴风制造了那么多血海深仇，我们为什么不启动无量流火除掉吴风？父母之仇难道不报吗？你刚成为少主不久，无需关心这些，倒是应该多学习一下如何管理宫门才是。父亲，长老们顽固不化，你也如此吗？放肆！对不起，父亲，我不应该顶撞你。我看你最近神之有意，气躁心浮。如果玄师内功无法让你的心里冷静下来，还是暂时不要练了。是。去吧。从那个时候起，父亲就动了换继承人的心思，是他让我别无选择的。宫门少主宫焕宇本为宫门大人所忌，乃其品行不端，无从管教，为宫上爵继承大任。父亲私底下早就写好了更换少主的文书，一旦交到长老院，那一切将成为定局，所以我不能再等了。当年我过3域试炼，费尽所有心思，还许诺了宫流昌，等我当上执任，必助他重振上宫，才换得他将3域试炼的通关诀窍泄露给我。若此时宫红玉将执任之位传给宫上爵，那我所有的努力都将功亏一篑。所以，我只能挑选一个最没有威胁的人，暂时顶替执任的位置。是我，在哥哥眼中最没有威胁的人，就是我。我在郑二身上放下关于无量流火的信息，虽然只是只言片语，但事关无量流火，就一定可以逼迫宫上爵离开山谷。
确保后续的缺席机制能够顺利启动，让龚子羽当上新任之人。父亲，从郑家二小姐身上搜到了一封密信，密信上有提到无量流火。侯爷，你现在把那个女刺客带过来，我要亲自审一审她。我在你眼中就只是一颗棋子吗？这是我计划的第一步。要想逼迫宫门长老们同意启动无量流火，就必须让宫门感受到吴峰深切的威胁。只有宫门被吴峰搅得分崩离析，无量流火才可能出世。而我恰好知道宫门内有适合的第二枚棋子。姨娘是无极夫人。是。她虽然已经判出了吴峰，但只要是人，就有软肋。找到软肋就可以操控。贾管事的软肋是他病重的儿子，而雾姬的软肋就是他的弟弟。我冒充吴峰，写了封密信给雾姬，骗他说他的弟弟没死，要想他的弟弟活命，就必须协助吴峰找到无量流火。百草翠一环，吴峰此刻被抓，无机可控。棋局已经布置的差不多了。你刚入宫门，怎么会知道无量流火？这丹藏有毒。欢愉，欢愉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我要杀了吴峰西走。你撑住，我去叫长老。不，你告诉长老，他们只会逼着，只有启动无量流火，才可以为我父亲报仇。无量流火，我说的错，我一定会为父亲讨回公道。
雾姬虽然半信半疑，但是因那封无封密信，他为了他弟弟活命，就必须与我合作。配合我的第一步，就是利用冬蝉草助我假死。出殡仪式结束之后，按照约定，雾姬来到后山，将我从坟冢棺木中救出，藏于后山祠堂。而他继续在前山制造混乱，引起恐慌。我告诉他，宫上爵觊觎执刃之位，所以命令宫元直换掉了宫红玉的百草萃，老执刃才中毒身亡。他竟信以为真。为了帮公子羽抓住宫上爵和宫元直的把柄，他将他自己的无锋令牌放进了家管事的房间里。而这正中我下怀。你们内斗的越厉害，与我的计划就更有利。为了继续制造刺客入侵的假象，我让雾姬深夜约见岳长老，说有重要秘密相告，需要遣散黄玉侍卫，单独相见。雾姬失手杀害了岳长老，这条人命也就成了他被我威胁的把柄。雾姬被人怀疑是无名之后，我告诉他，要想洗清嫌疑，就必须在墙上写下血字。但不巧，被上官浅撞见了。但也因此，他们俩互相确认了彼此无锋的身份，开始合力。所有的一切都朝着我想要的方向发展。雾姬每个月都会借着祭拜宫红羽为名，来到后山祠堂，向我禀报事情的进展。当你终于来到第3域试炼时，因为云为山的关系，引起了前后山激烈的对抗。那对我来说，就是再好不过的机会了。听说子羽都有新上任了，这是父亲之前留给我的，让我给我的妻子。如今，你替我把它给云为山吧，也算是了却父亲的一桩心愿。云为山既是你最真实之人，若是他遇害，谁伤了你？吴继夫人，还是死在了无锋无名的手里，你定会拼尽全力为他复仇。崩溃的你，应该就会启动无量流火了吧？只可惜，竟然还是被他躲过了。其实，阿云也中了你的恩情。哦，那他竟然还没死。你竟然忘了，这里是宫门，自有天才能解百毒。哦，你说岳公子，这毒他解不了，是另一个天才。我已服下百草萃，可是毒还没有完全结束。如果我解不了，那就只能去求另外一个人了。我可真不想救你，但我哥把你们的计划告诉我了。你如果死了，我哥的计划也实现不了。
等等，你会中毒的。我就是为了中毒啊！我得知道身体是什么反应，才能对症下药。你以为毒药天才都这么好当？也不重要，也影响不了我接下来的行动。一直以来，多谢夫人的相助。如今还有最后一件事情相求。什么？求你一死。你利用完姨娘，竟然狠毒到把她当成妻子牺牲。她就算是无名，却也没有真正伤害过我们，而且她也是你的义母。妇人之仁，每一个无风手上都沾过宫门之血。但把你救出之后，我替你诊脉，你确实全无内力，经脉尽断，这又是为何？玄石内功想要修炼到第10重，就必须自废武功，才可功德圆满。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时机，直到我杀了雾姬，我才意识到时机来了。所以我自废武功之后，故意在暗房中呼喊，让侍卫听见，将我救出。我让你替我诊断，是为了让你们在座的相信我武功尽失，所言必真。随后我跟你说，我怕光，怕风，想搬到这个地下室，是因为这里隔绝耳目，是我修炼第10重心法的绝佳之所。本来一切都是按照计划进行，直到公子生误打误撞，识破了我就是祠堂里的那个黑衣人。宫上觉一直是我的心腹大患，我想让你和他因为公子生的死而彻底决裂。宫上觉一直有个软肋，那就是你。手套是你偷走的。可我也是你的亲人。手握金刚刃，方显菩萨心。你们不懂，如果你们不逼我，你为了获得无量流火，把刀种的位置透露给上官桧，引得无风闯入，死伤无数，难道也是我们逼你和无风狼狈为奸吗？看来这宫门真正会演戏的人，大有人在。雾姬已经告诉了我你的身份。我要是不认呢？你不用认，我是来帮助你的。
啊？你们是为了无量流火来的，对吧？吴风怎么会知道宫门内有无量流火的存在？你城府极深，我也就不隐瞒了。吴风的首领的确知道宫门有无量流火，似乎这对他来说，从来都不是秘密。我的目的也是无量流火。自己家的东西，你还拿不到啊？我知你是孤山派遗孤，若是无量流火在手，大仇自然可报。我们的目的相同，又一样和吴风有血海深仇。比起宫上爵，我才是最适合与你合作之人。我本来的目标就是嫁给你。无量流火在后山花宫刀中，你们不需要在前山浪费力气，派出几个魑魅女子拖住公子羽即可。但后山年轻族人的实力远超我的预料，你们可能会面临一场鏖战。再大的风暴都会过去。我已经获得无量流火，我定会铲除吴风。你们不知道吧？无量流火的使用者自身也难逃无量流火的伤害范围，必定一同陨落。所以，这一切就由我给一个完美的落幕，不好吗？我本来就是已死之人，让我死得其所吧。罪行太多，手上都是亲族的血，由不得你。